各位朋友，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从来不是遇到一个脾气暴的人，也不是遇到一个嘴巴毒的人，更不是遇到一个一看就不好惹的人。因为这样的人，他凶在脸上，坏在嘴上，脾气摆在明处，你一靠近，心里自然会有防备。你知道他不好相处，你知道他容易伤人，你知道跟他说话要留3分，做事要防7分。真正让人吃大亏的，往往不是这种人。真正可怕的是那些看起来很老实的人，他说话不高声，做事不张扬，见人笑一笑，遇事退一步，平时不争不抢不吵不闹，好像什么都能忍，什么都能让。你看他老实，就觉得他没心机；你看他低调，就觉得他不复杂；你看他温和，就觉得他值得信任；你看他可怜，就觉得他不会害人。可人心最难看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有些人越是表面无害，越容易让你放下戒心；有些人越是看起来老实，越容易让你把真心交出去；有些人越是不声不响，越可能在背后把你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。老话讲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怀疑所有人，也不是叫我们变得冷漠无情。他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，看人不能只看外表。一个人嘴上说得好，不代表他心里真厚道；一个人平时不发火，代表他没有算计；一个人看起来柔弱，不代表他不会操控别人；一个人表现的热情，不代表他关键时刻靠得住。识人要看细节，看他遇到利益时怎么选，看他面对责任时怎么扛，看他处在低谷时会不会怨天怨地，看别人落难时，他是伸手拉一把，还是转身躲得远远的，看他和你关系好的时候怎么说话，更要看关系变淡。利益冲突、矛盾爆发时，他还能不能守住底线？今天我们借生肖这个民间话题，讲一讲表面越老实，背后越要小心的4类人。这里先把话说明白，生肖不是判决书，不是说某个生肖的人一定不好，更不是让大家用属相去给别人定罪。每个生肖里都有好人，也都有不好相处的人。我们今天真正讲的是人性，是世人，是边界，是防止自己因为太善良、太心软、太相信表面，而一次又一次吃亏。如果你身边也有那种表面老实，背后让人寒心的人，一定要认真听完。尤其第2类，看起来最可怜、最柔弱、最需要别人保护，可一旦你心软，他很可能就会一步一步拿捏你，让你付出，让你让步，让你内疚，让你明明受了伤，还反过来怀疑是不是自己太冷漠。各位朋友，做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没有尺；可以真诚，但不能没有度；可以重感情，但不能把自己的底线交出去。第1类是表面低调，实则心思很深的属蛇人。很多属蛇的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强势，也不是外露，而是安静、冷静、低调。他们不太喜欢在人群里抢风头，也不喜欢把自己的情绪摆在脸上。别人吵得面红耳赤，他在旁边看着；别人急着表达观点，他在旁边听着；别人争着表现自己，他反而往后退一步。很多人一看就会觉得这个人稳重，这个人老实，这个人不惹事。可是各位要明白，有些沉默不是因为单纯，有些低调不是因为没有野心，有些不争不是因为他不要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争最划算。属蛇这一类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忍、能等、能观察。
他不急着说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急着暴露自己的态度，他会先看你怎么说，先看你怎么做，先看你有什么弱点，先看这件事对他有没有好处。你和他相处久了，会发现他很少主动把真实想法摊开，他不会轻易告诉你他真正想要什么，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评价你。可是你说过的话，你暴露过的情绪，你无意间透露出来的秘密，他却可能记得很清楚。你怕什么？他知道你在意谁，他知道你最容易被什么话打动，他知道你哪里心软，哪里急躁，哪里爱面子，哪里经不起夸，哪里经不起激，他可能都默默看在眼里。他平时不说，代表他没记住，他现在不用，不代表以后不用。他今天对你笑，不代表明天不会把这些东西变成筹码。这类人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地方，就是他不动声色，他不会像脾气暴的人那样马上和你翻脸，也不会像嘴巴毒的人那样直接把难听话甩给你。他很多时候表现得很配合，很随和，很好说话。你说这样，他点头；你说那样，他也点头。你以为他没有意见，你以为他真心认可你，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在等局势更清楚，等机会更成熟，等你暴露更多，等他手里的牌更多，等到他一出手，就能让你没有还手余地。我听过一个合伙做生意的故事，两个人是多年朋友，一个性格外向，能说会道，负责跑客户，谈合作，站在前面；另一个比较沉默，平时不太出头，总说自己不擅长社交，只适合在后面做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这个沉默的人靠谱，他不争功，不抢话，遇到分歧也不吵。每次开会，他都说你决定就行，我相信你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没必要算这么细。外向的那个人听了很感动，觉得能遇到这样的合伙人是自己的福气，于是客户资源让他看，合同细节让他管，财务流水让他参与，供应商信息也让他接触。很多东西没有写清楚，很多责任没有画明白，很多利益分配也只是口头说一说。因为两个人觉得关系好，不需要那么生分。可几年以后，公司越做越大，钱越来越多，矛盾也越来越多。这个平时一直沉默的人，突然提出要分开，分开也就算了，他手里竟然拿出了很多资料，客户沟通记录、合同漏洞、账目细节、转账凭证，还有一些对方曾经随口说过但没有注意的话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他早就私下接触了几个核心客户，也早就为自己铺好了退路。等那个外向的人反应过来时，客户被带走了，证据被拿住了，主动权也没了。你说这个人凶吗？他不凶。你说这个人吵吗？他不吵。你说这个人从一开始就露出坏相吗？没有。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从头到尾都很安静，安静的观察，安静的记住，安静的布局，安静的等时机。等到真正动手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自己以为最老实的人，其实早就把一切算清楚了。感情里也有这种人，有些人看起来特别稳定，不花言巧语，也不天天发脾气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他陪你；你有事的时候，他听你说；你需要安全感的时候，他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你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浮夸轻狂，很适合托付。可是你要看清楚，他的稳定到底是深情还是冷静，他的少言到底是可靠还是隐藏，他的包容到底是爱你还是在衡量你。有些人不会大吵大闹，也不会突然爆发，他一旦觉得这段关系没有价值，或者你会拖累他，或者他有了新的选择，他不会直接告诉你，他会慢慢变冷，
消息回得越来越慢，见面越来越少，解释越来越敷衍，耐心越来越短。你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。你问他是不是变了，他说你想多了。你想沟通，他说太累了。你想要答案，他说顺其自然。等你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时，他可能早就把情绪收回去了，把未来安排好了，把你从心里移出去了。你还在难过，他已经清醒；你还在回忆，他已经转身；你还在想为什么，他已经不想解释这类人伤人的地方。不是吵得多狠，而是走得太冷；不是嘴上多毒，而是心里太轻；不是突然爆发，而是早有准备。所以跟这类表面低调、心思很深的人相处，一定要记住，可以客气，但不要交底；可以合作，但不要盲信；可以欣赏他的能力，但不要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交给他。尤其涉及钱权、资源、合同、客户、项目、责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靠感情。朋友再好，也要把账算清楚；关系再熟，也要把责任写明白。不要觉得谈钱伤感情，谈清楚才最伤感情。不要觉得留记录是不信任。成年人之间，清楚就是保护。该签合同就签合同，该保留聊天记录就保留，该明确分工就明确，该写进协议就写进协议，该说清责任就说清责任。你越模糊，他越有空间；你越心软，他越容易拿捏。你越把自己的秘密、弱点、家庭矛盾、经济状况、感情软肋都告诉他，他越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你的痛处。对这类人，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表面和气，内心清醒，说话留3分，做事留凭证，不主动害人，也不给别人害你的机会。第二类，也是最要警惕的，是表面柔弱，实则最会情绪操控的属羊人。很多人一提到属羊，就会想到温柔、善良、好说话、没脾气。确实，有些属羊的人性格温和，心地厚道，懂得体谅别人，很值得珍惜。但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不是所有属羊的人，而是其中一种最容易让人放下防备的人，表面柔弱，内心却很会拿捏别人情绪的人。这种人看起来很可怜，他说话声音不大，遇到一点委屈就红眼眶，别人语气稍微重一点，他就像受了很大伤害。你看他低着头，你看他掉眼泪，你看他说自己没人懂，没人疼，没人帮，你心里很容易软下来。你会想，算了，他都这么难了，我让一步吧。你会想，他不是故意，他只是太敏感。你会想，他看起来这么无助，我怎么忍心责怪他？你会想，我要是不帮他，是不是太冷血了？各位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真正厉害的情绪操控，不是大吼大叫，不是拍桌子骂人，不是明着逼你低头。最厉害的情绪操控，是让你自己觉得愧疚，让你自己主动让步，让你自己替他找理由，让你自己明明受了委屈，还反过来安慰他。这类人不一定用强硬的方式控制你，他会用柔弱控制你。他不说你必须帮我，他会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他不说你必须让着我，他会说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。他不说这是你的责任，他会说我都这么难了，你还要怪我吗？他不说我没有错，他会哭着说都是我不好。但说完以后，责任还是你的，烂摊子还是你收拾。这就是软刀子。硬刀子来了，你知道躲；软刀子来了，你还以为那是棉花。硬伤让你马上痛，软伤让你很久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消耗空了。我认识一个特别心软的女孩，她有个朋友，看起来非常柔弱，平时说话细声细气，遇事总是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他经常说自己没有安全感，说自己从小没人疼，说自己很怕被抛弃，说身边的人都不懂他。这个女孩一开始很心疼他，吃饭带着他，聚会带着他，有工作机会也想着他，自己的感情烦恼、家里矛盾、职场压力全都告诉他。他觉得这个朋友这么柔弱，自己应该保护他。可是后来女孩慢慢发现，身边关系变得越来越乱，朋友开始疏远他，同事开始误会他，甚至有些话明明他只告诉过这个柔弱的朋友，最后却传到了别人耳朵里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朋友表面上安慰他，背后却到处传话。他跟别人说他情绪很不稳定，又回头对女孩说，别人好像对你有意见，他在这边说一点，在那边说一点，每句话都不算特别重，但刚好能制造误会。等事情被揭穿以后，他马上哭，他说自己不是故意，他说自己只是太在乎这段友情，他说自己也很痛，他说自己没有坏心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对。结果最荒唐的是，真正被伤害的人反而被说成太计较、太强势、太不体谅人，而那个制造误会的人，因为哭得最惨，看起来最弱，反而成了最需要被安慰的人。各位，这就是情绪操控最可怕的地方。他让你讲不清楚，你讲事实；他讲感受，你讲责任；他讲委屈，你讲边界；他讲感情，你讲伤害；他讲自己也受伤，你想解决问题，他先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上。最后，你明明是受伤的人，却还要小心翼翼，怕自己说中了伤到他。你明明是被消耗的人，却还要反过来照顾他的情绪。你明明想要一个道歉，最后却变成你向他解释自己不是在攻击他。职场里这类人也很常见，工作没做好，他不先复盘问题，而是先说自己压力太大，任务拖延了。他不先承担责任，而是先说没人帮他，别人指出错误，他马上红眼眶，领导也不好再批评，同事也只能帮他收尾。机会来了，他不明着争，他会说自己一直不被看见。资源来了，他不直接要，他会说自己真的很需要。别人一听心软了，就把机会给他，资源让他把错误替他扛。可问题是，你帮他一次，他未必感恩；你帮他10次，他可能觉得理所当然。你拒绝一次，他反而觉得你变了，觉得你冷漠，觉得你不讲情义。这种人最擅长把别人的善良变成自己的特权。你心软，他就继续示弱；你让步，他就继续索取；你替他承担，他就越来越不负责。你害怕他难过，他就用难过来控制你。感情里也有这种人，他不一定大吵大闹，但他会让你一直内疚。他会说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说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说，我只是没有安全感，你为什么不能多包容我一点？他说，我都这么难受了，你还要跟我讲道理。刚开始你会心疼，后来你会疲惫，再后来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了。你怕他说你冷漠，怕他哭，怕他崩溃，怕他觉得你不在乎他，于是你一次次退让，一次次妥协，一次次把自己的需求压下去。最后你会发现，这段关系里好像只有他的感受重要，你的委屈没人看见，你的疲惫没人心疼，你的边界没人尊重。各位，真正健康的关系，不是一个人永远可怜，另一个人永远负责。真正的善良，也不是把自己耗干去满足一个永远喊疼的人。面对这种表面柔弱，实则会情绪操控的人，最重要的是4个字：果断设限。你可以同情，
但不能被利用；你可以帮助，但不能无限兜底；你可以听他诉苦，但不能让他的情绪绑架你的生活；你可以理解他难受，但不能因为他难受就放弃事实和原则。当他说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，你可以平静地说，我在乎你，但这件事我不能答应。当他说我都这么难了，你还要怪我吗？你可以说，我理解你难，但责任还是要讲清楚。当他说你怎么这么冷漠，你可以说，我不是冷漠，我只是在守住自己的边界。当他用眼泪推卸责任时，你要看事实，不看表情。当他用委屈逼你让步时，你要看行为，看姿态。当他用可怜换取特权时，你要提醒自己，善良不能没有底线。真正善良的人不会一直消耗别人，真正可怜的人也不会总让别人替他背锅。真正珍惜你的人，不会让你一次次内疚，一次次退让，一次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狠心。第三类是表面直爽，实则记仇很深的属鸡人。属鸡的人里面，很多人反应快，嘴巴快，脑子灵，做事利索。他们在人群里往往很会说话，能活跃气氛，也能抓住重点。很多人会觉得这种人直来直去，藏着掖着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反而好相处。但是各位，直爽和刻薄不是一回事，坦率和没分寸也不是一回事。有些人说自己心直口快，其实只是喜欢戳别人痛处。有些人说自己开玩笑，其实是在当众让你难堪。有些人说自己说话直，其实是没有尊重。有些人把冒犯包装成幽默，把攻击包装成真话，把伤害包装成性格。你要是不高兴，他说你太敏感；你要是反驳，他说你开不起玩笑；你要是沉默，他又说你小心眼。反正最后错的总是你。这类人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伤了你，还不让你说痛。他把话说得很刺耳，却要求你大度。他把你的短处拿出来调侃，却要求你配合着笑。他当众让你下不来台，却说自己只是活跃气氛。可真正的玩笑是两个人都开心，不是一个人笑，另一个人受伤。真正的直爽是带着善意的提醒，不是拿别人的难堪来显示自己的聪明。属鸡这一类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在乎面子。他可以说别人，但别人不能说他。他可以评价别人，但别人不能评价他。他可以当众指出你的问题，但你如果当众指出他的错，他表面可能笑一笑，心里却可能记很久。我听过一个职场故事，一个老板平时很爱说自己开明，常常在会上说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提，我们公司不搞一言堂。员工一开始都不敢说，后来有个年轻人真的提了意见，他说老板的方案有些保守，市场已经变了，如果继续按原来的方式做，可能会错过机会。这话不是没有道理，但说的有点直接。老板当场没发火，甚至还笑着说，年轻人敢讲真话很好。大家都以为老板有格局，可没多久，这个年轻人就被调到了一个边缘岗位，理由很漂亮，说是让他去基层锻炼，说年轻人要多沉淀，说这是培养他。可明眼人都知道，他不是被培养，是被冷处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让老板没面子。各位，有些人不当场翻脸，不代表他不计较，他只是觉得当场发作不好看，他要等一个更体面的机会，找一个更合理的理由，让你吃亏时还说不出什么。这类人记仇不一定大吵大闹，他会记住一句话，记住一个眼神，记住一次你让他难堪的场面。你以为事情过去了，他心里可能从来没过去。等有一天你需要他帮忙，
他不帮；等有一天他能影响你，他使绊；等有一天你露出破绽，他放大。生活里这类人也很常见。你买件新衣服，他说今天终于舍得打扮了，你升职了。他说你运气不错啊，你减肥成功。他说瘦是瘦了，就是看着没气色。你做成一件事，他说这也没多难吧。你遇到困难，他说我早就提醒过你。每句话好像都不中，但每句话都让人不舒服。你如果介意，他就说自己只是开玩笑。可问题是，一次是玩笑，10次还是玩笑吗？次次都扎你的痛处，那就不是玩笑，是习惯性贬低。这种人还有一个危险之处，就是嘴快，爱评价，也容易传话。你今天在他面前抱怨一句，明天可能就传到别人耳朵里。你今天说了一点隐私，过几天可能就成了他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今天暴露了一点短处，日后可能就变成他调侃你的材料。所以跟表面直爽实则记仇的人相处，要记住3点。第一，别当众拆台，不是怕他，而是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麻烦。有些话可以私下说，就不要公开说；有些意见可以委婉表达，就不要直接顶撞。成年人做事不是为了争一时口舌，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冲突。第二，别留下把柄。工作中分工要清楚，流程要留痕，重要事情要确认，不要让他有机会抓住你的漏洞。因为这类人一旦抓住你的错，可能会反复提，反复说，甚至在关键场合拿出来让你难堪。第三，别轻易交心，不要在他面前说太多私事，不要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太多，不要跟他一起说别人的闲话。因为今天你和他说别人的话，明天他也可能把你的话说给别人听。属鸡的人不是不能相处，很多属鸡的人也很仗义，很能干，很负责，说话直接，但心地不坏。真正要防的是那种打着直爽旗号伤人，打着玩笑旗号冒犯，打着真话旗号贬低别人，同时又特别爱面子，暗地里记仇的人。对这类人，礼貌可以有，距离必须有，合作可以有，边界必须有，表面关系可以维持，真心不要轻易交出去。第4类是表面热情，实则最会抽身的属马人。属马的人常常给人一种阳光、开朗、洒脱、讲义气的感觉。他们很会聊天，很会拉近关系，也很会制造热闹气氛。刚认识没多久，就能让你觉得像老朋友一样。吃饭时他热情，聊天时他真诚，帮忙时他爽快，说话时也让人舒服。你会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心机，你会觉得这个人真讲义气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值得深交。可是各位，热情不等于长情，会说话等于可靠，刚开始对你好等于关键时刻会负责。有些属马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善良，而是怕麻烦，怕束缚，怕责任。他们喜欢自由，喜欢新鲜感，喜欢轻松的关系。一旦关系变得沉重，一旦事情需要长期承担，一旦你开始依赖他，但责任具体落到他身上，他就可能想退。他不是从一开始就假，他可能真的对你好过，他可能真的陪过你，他可能真的帮过你，但他的好有时候靠的是当下的热情，而不是长期的担当。新鲜感在时，他热烈；顺风顺水时，他仗义；没有压力时，他很好相处。但问题来了，责任来了，麻烦来了，他可能退得比谁都快。我听过一个很让人寒心的故事，2个女孩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非常好。
其中一个性格热情，朋友失恋时陪他哭，朋友生病时给他送药，朋友遇到困难时也会第一时间出现。另一个女孩一直觉得这就是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后来女孩喜欢上一个男生，把所有心事都告诉了这个朋友。她希望朋友帮自己出主意，帮自己分析这个男生值不值得接近。可没想到这个热情的朋友早就和那个男生私下走得很近。他一边听朋友倾诉，一边和那个男生暧昧。等真相被发现时，他没有真正道歉，只说感情的事控制不了。他说我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他说我也很痛苦，然后拉黑断联，转身离开。多年感情就这样断了。各位，这一类人最伤人的地方，不是他从来没对你好，恰恰是他曾经很好，所以你才更痛。你会想，那个陪我哭的人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说一直在的人怎么先走了？那个让我相信友情的人怎么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？这就是热情型的人最容易带来的伤害。他来得太快，让你放下防备；他走得太快，让你措手不及。他让你以为关系很深，最后却告诉你一切只是顺其自然。职场里这类人也很常见。项目顺利时他积极，成果出来时他站在前面，领导表扬时他很会表达，团队聚餐时他最会说漂亮话。可一旦项目出问题，他退得也快。他说这不是我主要负责。他说我只是配合。他说当初不是这样安排。他说这个决定不是我拍板，功劳来了。他站在前面，责任来了，他退到后面。你如果太相信他，最后可能是你背锅。他升职，你收拾残局，他继续潇洒。感情里这类人也不少。恋爱初期他特别会哄人，甜言蜜语很多，浪漫安排很多，情绪价值也很多。你会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。可等热恋期过去，生活进入平淡，问题开始出现，他就觉得烦。你要沟通，他说你想太多。你要承诺，他说你给压力。你要稳定，他说你束缚他。你想解决问题，他想逃离问题。最后一句我们不合适，就把所有责任推开。这种人最容易让心软的人受伤，因为他来的时候太热烈，热烈到你误以为这就是可靠。他走的时候太干脆，干脆到你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。面对这种表面热情实则容易抽身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度依赖。可以做朋友，但不要把全部情绪寄托在他身上。可以合作，但权责定要清楚。可以听他说漂亮话，但不要把漂亮话当承诺。可以接受他的好，但不要因为一时热情就交出全部信任。真正靠谱的人，不是刚开始多热烈，而是冷下来以后还愿意负责。真正值得托付的人，不是顺风时多讲义气，而是逆风时不逃避。真正长久的关系，不靠一时激情，而靠一次次守信，一次次承担，一次次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跟这类人相处，你要把自己站稳，不要因为他热情，你就马上掏心掏肺；不要因为他几句好听话，你就把重要事情交给他；不要因为他一开始帮过你，你就以为他永远会在把期待放低一点，把边界守清楚一点，把责任写明白一点，你反而更安全。各位朋友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把道理讲透。今天讲属蛇、属羊、属鸡、属马，不是说这些生肖的人都不好，绝对不是每个生肖里都有真诚的人、厚道的人、可靠的人、值得珍惜的人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属相就否定一个人，也不能因为听过几句民间说法就给别人贴上固定标签。
真正要看的永远不是生肖，而是行为。一个人平时再老实，遇到利益就翻脸，那不叫老实。一个人平时再柔弱，总让别人背锅，不叫善良。一个人平时再直爽，说话总伤人，那不叫坦率。一个人平时再热情，责任来了就消失，那不叫洒脱。人品不在嘴上，在事上；善良不在表情，在选择上；靠谱不在开头多热闹，在结尾有没有交代；真心不在一时感动，在长期行动。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认识很多人，而是看清谁值得留下。最怕的不是没有朋友，而是把朋友认错。最痛的不是被陌生人伤害，而是被自己信任的人算计。所以我们要善良，但不能糊涂；要厚道，但不能没边界；要真诚，但不能没有判断；要愿意帮人，但不能把自己搭进去；要重情重义，但不能把真心交给一个反复消耗你的人。老祖宗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可无。这句话很中道，它不是教你算计别人，也不是教你看谁都像坏人，它是提醒你，做人要有善心，也要有眼力，要能付出，也要懂止损，要能相信别人，也要知道信任不能没有条件。表面无害的人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，表面老实的人最容易让人交出秘密，表面柔弱的人最容易让人心软退让，表面直爽的人最容易把伤害说成玩笑，表面热情的人最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会长久。可真正的人性从来不在表面，你要看他有没有敬畏心，有没有责任心，有没有感恩心，有没有边界感，有没有在利益面前守住底线，有没有在关系破裂时还保留基本体面，有没有在别人落难时不趁火打劫，有没有在自己犯错时愿意承担后果。如果一个人平时对你好，可一遇到利益就翻脸；平时说得漂亮，可一承担责任就消失；平时装得可怜，可一出问题就让别人背锅；平时跟你称兄道弟，可关键时刻把你推出去。那这样的人，不管他表面多老实，都不值得你深交。成熟的人不是看谁都成熟的人是不轻易把谁看得太好。清醒的人不是拒绝所有人，清醒的人是知道什么人可以靠近，什么人必须保持距离。有智慧的人不是不再善良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让善良带一点锋芒。你可以帮人，但别帮到自己受伤；你可以心软，但别软到没有原则；你可以真诚，但别真诚到毫无防备；你可以信任，但信任要经过时间验证。时间会筛人，利益会造人，责任会验人，低谷会看人。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交，不看他说过多少好听的话，而看他做过多少靠谱的事；看他平时多会装老实，而看他关键时刻有没有良心；不看他表面多柔弱，而看他有没有尊重别人的边界；不看他开头多热情，而看他最后有没有交代。最后送大家几句话：和沉默太深的人相处，不要轻易交底；和柔弱过度的人相处，不要被情绪绑架；和嘴巴太快的人相处，不要暴露太多软肋；和热情太猛的人相处，不要过早依赖。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你舒服，但不会让你失去自己。真正靠谱的人是让你安心，而不是让你反复猜测。真正善良的人是懂得体谅你，而不是一直消耗你。真正值得深交的人是在利益面前有底线，在责任面前有担当，
在感情面前有真心，在冲突面前有分寸。各位朋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种表面看起来很老实，背后却让人寒心的人？你觉得最难防的是哪一种？是沉默算计的人，还是柔弱操控的人？是直爽记仇的人，还是热情善变的人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经历，也给后来人提个醒。觉得这段话有用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订阅频道。愿你往后识人有眼，交友有尺，善良有度，真心被辜负。余生远离消耗你的人，远离伪善的人，远离表面老实背后算计的人，把每一份真诚都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